小姐，今天是您成亲的大喜日子，要不咱还是回府吧？凤一郎还等着接亲呢。我才克死将军守了望门寡，现在又让我二嫁什么凤一郎？这婚我逃出来了，绝不会回去。可凤一郎云公子已经……不要再说。春和啊，我告诉你，这贞节牌坊呢，我要定了。是，您虽然身处这京都有名的风月场，但丝毫不影响您是一个守正节的寡妇。明白。苏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来自河东，这个来自下海，还有这个，怎么样，苏小姐，满不满意啊？俊则俊也，但都是俗物。皇上，太后娘娘催您纳妃，也是一片苦心。这么多年，你也未曾扩充过后宫，这……快走！啊，这什么地方？这么热闹？去瞧瞧。这南风馆的南瓜质量就是好，随便一个都是极品呢。公子，和你共度一晚要多少银子啊？来嘛，公子，快来！皇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干什么呢？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赶紧给我出去！这个还不错啊。苏小姐，这个不是……我不管，就这个了。本小姐需要一个面首，您愿意吗？本小姐需要一个面首，您愿意吗？就这么点儿。你这个南关胃口还不小吧？怎么样，够不够？大胆刁民！你可知你在和谁说话？哎呦，是不是因为长得太帅了，怕人惦记，还带了个侍卫？所以这个价格，公子满意吗？她倒是比那群高门贵女有趣，正好借她民间女子的身份，帮朕堵住臣子们借女上位的野心。我可以做你的面首，但是爽快！你快看！春和，替我把川江别院收拾出来，以后我就和这位公子住在一起了。这……难道皇上真的被人包养了？苏景欢这个死丫头居然逃婚了，我怎么跟人家凤一郎交代呀？老爷，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一定会抓回来的。老爷，有消息了？大小姐去了南风馆找面首，然后带人去川江别院了。啊！这可怎么办？还问怎么办？追呀！怎么样，还满意吗？一般。一般？只见浮华，不见雅致，让人只觉满屋铜锈。你一个面首还挑起金主来了，能住这样的地方，你就偷着乐去吧。哼！把衣服脱了，把衣服脱了。哼！凭什么？
新主让你脱你就脱，哪那么多废话？虽然这南关不太听话，但看在他身材不错的份上，姑且当他是害羞了吧。干什么？方才我在南风馆还有话没说完，我可以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快说，我着急。我母亲并不知道我在外做难关，所以你需要给我一个定情信物，我好给她个交代。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跟她说我是你的相好？正是。哎，小公子，你可知我是这京城首富苏家长女苏建欢？这不就知道了？那你可知我是个克死公夫君的寡妇？那又如何？我命硬。哦，有点魄力啊。那我也要看看你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呢？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不如亲自体验一下。你这个南关脸皮真厚，大白天的也不知羞。是你先让我脱的，况且苏小姐刚才在南风馆可是豪放的很呢，怎么如今像一个未出阁的闺女？我第一任丈夫未过门他就死了，没有夫妻之实。怎样，要你管啊？对了，你刚说要定情信物，你把这个给你娘亲吧，这可是上好的羊脂玉。你竟舍得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不过是念在你悲惨，可怜你罢了。我娘亲走得早，没来得及孝顺她。不过你还算有些孝心，让你娘亲高兴一下也好。你这个玉也价值不菲吧？客人送的？这是皇家传下的和田玉，平民百姓可接触不到。归我了。哎呀，这个定情信物嘛，就是要相互，我送给你，你也该送给我。不愧是首富之女，行事作风真如商户一般。多谢夸奖。我这人啊，没什么优点，只有2样：贪财好色。我也累了，你也乏了，你去给我备水沐浴，顺带把晚膳做了啊。我？不然呢？你既然是我的面首，就该满足我的一切需求，还不快去？这面首服务意识有待提高啊，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调教它。哇！皇上，你速速去命人调查苏建欢的底细，并把此物交于母后，告诉她，我已在民间与一女子相识相恋。难道您真打算做那女子的面首？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苏建欢，我还真是期待你知道我身份是的。慕言，若是皇帝能把你纳入后宫，你便每日都可以陪在哀家身边了。太后娘娘说笑了，慕嫣
自小就心悦皇帝，可他从来不纳嫔妃，慕嫣也是有心无力啊。参见太后。起来吧。太后娘娘，皇上托臣转达，他与一民间女子相恋，这是他的定情信物。皇帝平日不近女色，更不可能去收取其他女人的贴身信物。莫非是认真的？一个民间女子竟能让皇上倾心，我倒要看看她是什么人。太后娘娘，慕嫣觉得此事蹊跷，其中说不定会有什么猫腻，不如我替您去探查一番。说的有理，事出反常必有妖。慕嫣，此事就交由你来处理吧。是。没想到你个南瓜还真会做菜，那我可得好好尝尝。真好吃。甚至还有点京城第一酒楼醉仙楼的味道。你手艺不错哦。喜欢就好。这菜就是我让醉仙楼的人备好送来的，味道当然一样。说来，我还没问过你家世呢。你姓甚名谁，家住在哪？我姓袁。袁？那不是黄姓吗？原野的原。我就说嘛，你要真是皇亲国戚，怎么可能出来做南官呢？况且那狗皇帝平时搜刮民脂民膏惯了，肯定被养得跟头猪一样，没有你半分好看。搜刮民脂民膏？你何出此言？你不做生意你不懂，我们苏家是开茶庄的，平日向宫中供应不少茶。这近年来户部的税收越来越多，赚的那点银票还没在手中捂热，就被朝廷收了。我明明已在朝中颁布减少税收的条例，莫非是户部的人动了手脚？或许这并不是皇上的旨意。你一个靠出卖身子过活的，还理解上皇上了？那我要真是皇帝。你说这种话你不要命了？不过就算你真是皇上，该说的我照样会说，我可不怕。不过这个话呢，你听了过瘾就行了。要是被官府的人知道了，咱俩都得掉脑袋。那是自然。小姐，不好了，小姐，徐姨娘和苏建瑜他们闯到别院了。好啊，来就来吧，正好我跟他们说个清楚。你去换身体面的衣裳，一会儿我叫你出来，别给我丢人。就这群蠢货，还想让我回去嫁人，没门儿！苏建欢，我和你爹在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倒跑这儿来享清闲了。那又怎么了？又不是我急着嫁人，你们既然这么着急，你让苏建月去嫁。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年纪尚小，你算了吧。到底是年纪小，还是想攀更高的高枝？你偏偏我也就算了，别把自己也骗了啊！你少说废话！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凤影郎家当门道歉！苏建欢，你知道你这次逃婚给苏家丢了多大的颜面吗？你根本就不配做苏家的女儿。哦，我不配？那我倒想问问你，这么多年家里的钱是谁赚的？你们今日能穿金戴银，住在宽敞的府邸里，拜谁所赐？你能赚钱又怎么样？你还不是给苏家丢了脸？那你一个妾室上位的姨娘，除了花家里的钱，挤走我母亲的位置，你还会干什么？没想到苏建欢看着不正经，竟能将苏家经营成这般地步，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混账！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娘亲，你居然敢打我！你该打！从前我念在你们是一家人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今日我就将你们母女的账一并算清楚。苏建欢，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老爷，你可给妾身做主啊！苏建欢，我平日真是把你给惯坏了。来人，把小姐绑起来，带她去给凤一郎认错。谁敢动他？谁敢动他？你是何人？事已至此，我也就不瞒了。此人是我刀的面首。面首，烦请爹爹转告那位凤仪了，我无心婚嫁，这婚呐，还是趁早溃了吧。哼，就为区一个面首，放弃朝廷命官。区一个面首，也比你们更懂得尊重苏小姐。方才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一家子靠着苏小姐才走到现在，却不懂得感恩，还将她当作婚嫁的工具，不愧是见识短浅的商贾，谋小利而失大局。袁公子说得好。你一个出卖身子的，也配来教训我？哼，既然你这面首想为他出头，好，那就一起绑起来带走。给我上！是。你居然还不快滚！怎么了？此人看着不是一般人呐。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小姐谬赞了，在下从小习武，所以才会些招数。果真？不然他还能是皇宫的侍卫吗？苏小姐多虑了，我绝对不是皇宫的侍卫。也是。天色不早了，你没事的话就先去休息吧。好。你这话说的跟我是你的丫鬟一样。不过你确实也提醒我了，明日我还要去茶庄巡视，确实应该早点休息。哦，对了，你今日便先入住偏房吧。这偏房原先是给下人住的，有些脏乱，你将就一下，过几天我就叫人去打扫。知道了。皇上，这商户女竟然让您住下人住的偏院，简直胆大包天。罢了，他不知道朕的身份，不知者无罪。我让你办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回皇上，苏建欢出身于京城首富苏家，目前替家中经营着多家茶庄，他也是威远将军的遗孀。朕只听闻威远将军在未成婚之时就战死沙场，没想到遗孀竟然是他。是，而苏小姐今日所要嫁的是那位因文才出众被您提拔为凤一郎的云流华。云流华文采出众，勤勉柔顺，着即册封为凤一郎，钦此。谢皇上。袁爱卿平身。原来是他。皇上，要不要属下将苏小姐的事告知给云流华？不必，朕反倒觉得不告诉他会更有趣些。有趣？这苏小姐是云流华名为正娶的妻子，虽然还没过门，但不告诉他未免也……你废什么话？是。怎么感觉皇上好像很享受这种禁忌的关系？小姐，您真要为了那女子同皇上东奔西走，这是不是有点太委屈您了？多嘴！我与皇上一同长大，无论是身份还是情谊，
没有任何女人能够与我相比。不去见见那女子，我寝食难安。是。正好，本小姐的确有些乏了，进去歇歇脚吧。好。客官还满意吗？两位客官里面坐，小二过来招呼一下。不必了，我们只是在此歇歇脚而已。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一位看上去身份尊贵的男子？没有，来我这茶庄的人形形色色，我并未特意留意过。这不是皇上腰间的那枚和田玉吗？姑娘，这是要干什么？这玉佩从哪儿来的？别人送的，怎么了？撒谎！这可是皇家传承的和田玉，平民根本接触不到。快说，从哪儿来的？和田玉，小姐你一定是误会了吧？这是一家境贫寒的男子赠予我的，绝不可能是皇家传下来的东西。还在嘴硬！秋菊，把他抓回尚书府，我要好好盘问一下这个贱人。想动手？兄弟们，有人来砸场子了！你们这群贱民，也敢在我面前造次？本小姐可是户部尚书之女。你是户部尚书之女啊？正好我生意难做，有气没地撒。你们这群侵占百姓油水的蛀虫，看本姑娘今天怎么收拾你！秋菊，保护我！苏小姐，皇上，皇上，他是皇上。这位小姐，乱说话可是要掉脑袋的。你一心求死就罢了，切莫牵连到我。这里人多眼杂，的确不该暴露皇上的身份。是。哎，你怎么来了？我念及你照顾生意，所以过来看你。给。桂花糕。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桂花糕啊？昨日晚膳的时候，看你格外喜欢吃甘甜的食物，这个糕点如今风靡京城，你应该会喜欢。哎，桂花糕也不便宜，明明我可以自己买的，你看你。原来皇上倾心的真是这个商户女，甚至还愿意为她去街上买桂花糕。哦，对了，这个尚书之女在找我茬，你来给我评评理。没有，是这个商户之女挑衅我在先，还叫店里小儿收拾我。不是你先拽我玉佩，还要让你的侍女关押我吗？没有，都是误会。不是吵架吗？你装可怜给谁看呢？难道我家小二里还有你的心上人？不认识，没认识，没见过，不认识。这大小姐脸皮还真薄，哼，不过也好，她应该不敢再来我的地盘里造反了吧？是，世间脸皮如你一般的女子甚是少见啊。你说什么？没什么。苏小姐，昨日提到了赋税的事情，不知能否把账本给我看一下？账本？你一个面官还会看账本啊？我曾经有一位客人，她丈夫在户部任职，如果苏小姐需要，我也可以帮忙看看。早就怀疑朝中贪腐盛行，无奈没有证据，或许她是不错的突破口。喜欢你的人还真多啊。相处好，你只能看看，不能带走，也不能告诉别人。这可是我的命根子。知道了。跟你的命根子一样重要。
前些月份的大头支出几乎都是税收，告示上说是国库吃紧，我才不信呢。那个小姐穿的雍容华贵，怎么可能没钱？我并没有征收过这么高的税金，看来的确是户部的人在从中作梗。我知道了，我会向我的朋友打听情况的。哎，你说你这么多人脉，为何只想做一个男官，而不是另谋出路呢？你猜？我怎么知道啊？光有人脉，没有生存的手段，那有什么用？谁说你没有啊？比如？我见你仪表堂堂，女人对你都趋之若鹜啊，不如你闲暇之时就站在茶庄门前帮我揽客，你看如何？伺候这女人生活起居还不够，如今还要我在她的茶庄中做白工，不必了。谁让我有苏小姐给的银票呢？喂，我都给你银票了，你帮我赚点钱怎么了？再说我赚的多，你赚的也多啊，你……哦，要干嘛？苏小姐，你脸红了。苏小姐，你脸红了。你忙吧，我先走了。装什么装啊？我可提醒你啊，你现在是我的面首，你给我放尊重点。是吗？你最好能一直跟我保持面首和金主的关系。不过苏小姐要是生出了多余的感情，我也不打紧的。喂，我不喜欢你啊！少自作多情。怎么了，梦爷？爹爹，皇上竟然爱上了一个商户女！啊，皇上不是不近女色吗？不仅如此，今日女儿去那商户女的茶庄，却反被那商户女羞辱了一番。岂有此理！区区商户女，见到本尚书就跟见到了祖宗一般。母爷，你放心，爹爹有的是手段给你出气。爹爹，那你可要小心行事。皇上对贪腐之事十分忌惮，千万别让人抓了把柄。这不还有你吗？你若能进宫为妃，你和爹爹不就都能平步青云了？哈哈哈哈。苏小姐，稍等一下，我正在忙。你是？在下云流华。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凤翼郎啊！云公子，请坐。好。我还以为当官的都是些老头子呢，没想到这凤翼郎居然是个翩翩公子。苏小姐不愿与我成亲是吗？是。一来我本就是望门寡，若是二嫁定会招人非议；二来我只想好好经营茶庄。看来苏小姐拒绝并不是因为不喜欢在下。让一个如此精明能干的女子洗手做茶羹，确实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我还是建议苏小姐再考虑考虑。因为苏小姐是将军遗孀，我若主动退婚，此事若是传出去，只怕你会更遭人质疑。况且我虽然刚入仕，但皇上对我还算赏识，或许你日后还有能用得到我的地方。云流华说的的确在理，可不退婚的话，那姓袁的又该怎么办？哎，不对，我干嘛要为他着想？苏小姐，苏小姐啊，
那个，我再思考些时日，再给云公子答复，如何？好。我那个凤一郎的未婚夫来找我了，他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而且性子也温和，也很尊重我，而且他也没有退婚，让我再考虑考虑。就算我真的嫁给他，应该也没什么吧？你觉得呢？干什么？没什么。那你以后不会再给我银票了吧？你是因为这个呀？放心，我还没有给他答复，这银票不会飞。那你是怎么想的？虽然他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也是个不错的成婚人选。哎呦，但是我真的不想嫁人。哦，那他要是对你死缠烂打、强取豪夺怎么办？怎么可能？我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皇上来了，我不愿意也没辙。哎，你就把这句话听听就行了，别说出去。你干什么？你不是说皇上来了也没辙？那倒是要看看，要是真对你死缠烂打、强取豪夺，你会是什么反应？原来你是这个反应啊！怎么不继续啊？再相遇一刹，像找到了一束光，是笑是泪是他，一字一句刻画，命运的羁绊让我们注定相伴，是爱是恨是他，一切让我念念不忘。好了，差不多就行了。看在你吻技还不错的份上，再多给你2张银票，如何？这丫头财迷心窍，能给我2张银票，可见我在她心中有些分量。可以，但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偏殿给我打扫干净，那里面有老鼠。哦。哎，不对啊！明明我是金主，他是面首啊，怎么又成我伺候他了？哎呀，老爷，这苏建欢如今翅膀硬了，竟然找了个带侍卫的面首，我们就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唉，谁让他把持着家里的财路呢？过2日，宫中举办赏花宴，苏家每年都要进贡献茶，今年还要苏建欢去。爹爹，你为何不让女儿去？说不定哪位官家看上了女儿，还能……你又不懂生意，去了也白去。哎，但你可以和苏建欢商量，若他同意呀，你便能一起跟着去了。爹爹的意思是让女儿去求他。哟，稀客啊，大小姐来视察工作。听说你过几日就要进宫献茶了。我可是你的亲妹妹，你带我进宫见见世面，不过分吧？我是进去谈生意的，不是来给你找未来夫婿的。你个白眼狼！我娘亲好歹养了你几年，这么点小忙都不帮。对，我就是白眼狼，如何呢？不能走，你再做，我就叫人把你赶出去。大小姐，不好了，您快去看看城中的告示板吧。什么情况？
走。哎呀，这怎么是这样？不睡觉的就是，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人。哎，苏建欢来了，就是因为他。怎么回事，李老板？还不是你惹了户部尚书的千金，这下好了吧？整条街的商铺都要加税了。加赋税，他们这么做是要遭天谴的。小姑奶奶，朝廷是咱小老百姓的天，你说你惹谁不好，非得惹户部，你真的是……姐姐不是自诩兼养有方吗？现在怎么连户部都招惹了？你少在这添油加醋，税收上去了，连累的是整个苏家。那岂不是更好了？到时候我就回府告诉爹爹，他眼里掌握整个苏家财路的宝贝女儿，竟然捅了个这么大的篓子。到时候去宫中献茶的就是我了。真是个蠢货！哎呀，你说这怎么办？若不是这赏花宴，你怕是要把外头当家了。说说吧，你和那民间女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无双所言，儿臣心悦于她。荒谬！你是天子，感情之事怎可当成儿戏？你可知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的后宫？儿臣正是知道才会如此。治理江山社稷是天子的责任，但在此之前，我更要掌管好自己的人生。何况，所谓后宫，不过是朝堂利益的另一处体现。这样的感情，儿臣宁愿不要。好吧，你的心思，哀家明白了。但你总归要将那民间女带给哀家见见。赏花宴，她也会来。苏小姐受欺负了，苏家人不仅不让她去赏花宴，好像还不让她管事了。什么？苏建欢，你竟敢得罪户部尚书的千金，家里的生意都被你给毁了。我没得罪，是他先对我动手，我正当防卫才……就算他对你动手，你忍忍不行吗？人家可是尚书的千金，你是什么？我看苏家交给你，迟早完蛋。从今天起，你不用管事了。建月啊，过几日的赏花宴，你去送茶。是，爹爹。忍是吧？你女儿也打你，你也忍忍！你这个逆女！皇上驾到！皇上怎么会来茶庄里呢？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平身。朕路过此地，听到屋内甚是吵嚷，你们所谓何事啊？回皇上，草民的女儿冲撞了户部尚书的千金，因此影响了家中的生意。草民正教训他呢，让皇上见笑了。冲撞了千金？今日户部颁布了提高街道征税的告示，还特意提及了是因为草民的女儿的冲撞，这才……这刘启芳真是狗胆包天！提高征税是户部下的命令，为何要将矛头对着他？这……你们眼中的皇帝到底是朕，还是那户部尚书？皇上饶命！请皇上恕罪。原来这皇上也知道户部尚书做的不对啊，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伙的呢。你就是苏建欢？正是。皇上居然认识民女？朕对苏家早有耳闻，知道你是个经营有术的女子，想必过几日去宫中献茶，也是你去吧？是。草民的女儿建欢能得到皇上的赏识，那是她的荣幸。爹爹，你不是说让我去的吗？不过草民的小女儿建月
也是个不错的苗子，不知皇上能否让他和建欢一同前去啊？不能。是。爹爹，怎么感觉皇上的声音很熟悉呢？袁公子，我今日见到陛下了。人呢？小姐，袁公子这2日回家探亲去了，给您在桌上留了封信。啊！想不到他一个男官，字竟然写得这么工整漂亮。桂花糕，小姐，想不到袁公子对您还蛮好的，若不是他出身低微，倒是个夫君的良选呢。唉，可惜了。那花真好看。柳小姐，她是不是就是那个被皇上看中的商户女啊？她今日怎么也在赏花宴上？难不成皇上要将她纳入后宫了？苏建欢，你怎么在这儿？不好意思，柳小姐，我是奉皇上之命，被皇上钦定来献茶的商户。这女人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明明就是被皇上接进宫的，还给自己找了个由头。我好心劝你，自古帝王多薄情，就算你能一直受到皇帝恩宠，也不代表你能一直受宠。什么薄情恩宠，莫名其妙。你装傻演给谁看呢？这里是皇宫，不是你那肮脏粗鄙的茶庄。你说谁肮脏粗鄙呢？当然说是你了，下贱的商户。你柳小姐，这里是御花园，你在此吵嚷，恐怕不太合适吧？你是谁？在下凤翼郎，云流华。不过就是一个凤翼郎，也管得着本小姐？在下的确位低权轻，但为了皇家的清静，难道在下不该管吗？柳小姐，她是皇上亲自提拔的大红人，怎么别跟她计较？是啊，和这商户女纠缠，的确自降身价。反正赏花宴由我操办，有的是机会报复的。我们走。感谢云公子解围。不打紧，难得进宫一次，苏小姐你千万别影响心情。那苏小姐接下来想干嘛？公子可否陪我一起赏花？当然可以。那你免请吧。多谢云公子。皇上，咱不过就比那凤翼郎慢了一步，您别太生气啊。换作是你，你不生气？谁叫凤翼郎比您更名正言顺呢？不管怎么样，这一定要给他留个好印象，至少不能再被他叫狗皇帝。来，干！今日朝中事务繁忙，面容憔悴，故遮面出席。今日赏花宴，望各位玩得开心。是。听说新鲜的茶不错，母后可要试试？好啊。来人，献茶。是。民女苏建花拜见皇上、太后娘娘。久闻苏家茶叶盛名，你为哀家呈上来吧。是。
这茶不是冷泡茶吗？杯子怎么这么大？苏建欢，你若是殿前失仪，就算皇上喜欢你也没用，太后自会收拾你。怎么了？报告太后娘娘，这茶被人刻意调换过了。哦，谁会平白无故换你的茶？我看是你不懂规矩，想找理由开脱吧。民女绝无虚言，请太后娘娘皇上明察。你去茶房看看是否有异。是。皇上，微臣与苏小姐有些交情，深知苏小姐是性情秉直的人，绝不会故意撒谎。哦，你很了解她吗？毕竟，苏小姐是微臣未过门的妻子。啊，还有这样的事？这苏建欢和凤引郎什么时候订的婚啊？苏建欢身为人父，居然还勾搭皇上，这女人真不要脸。他说的可是真的？几位过门，与爱卿说话就得谨言慎行。是，皇上恕罪。负责宴会的是谁？是慕烟。回皇上，此事臣女一概不知。皇上，皇上，奴才在茶房桌下发现一香囊。烟，这是你的东西。慕烟，你皇上恕罪，臣女只是看这个商户女牙尖嘴利，只是想给她一个教训，臣女再也不敢了。苏建欢，你想如何处置？既然柳小姐想算计我，那就让柳小姐用她自己准备的那壶茶为大家继续奉茶吧。苏建欢，你凭什么让我？是朕给她的权利，你有异议？你们两个退下吧。是。你给我等着！好啊，我等着。还不快跟哀家解释清楚，商户女和那凤一郎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的确是云流华未过门的妻子，那岂不是在夺人之妻吗？她的婚事是苏家强行给她安排的，她对云流华无意。休要再说，你和那民间女子纠缠在一起也就罢了，她竟还是个有家室的，你……她不会和云流华成亲的，也迟早会是儿臣的人。这是儿臣自己的事，就不劳母后费心了。真是作孽呀！今日若不是云公子替我解围，恐怕我真的要被柳慕烟给诬陷了。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云公子了。应该的。那我们的婚事，你可有想法？苏小姐，怎么了，公公？皇上宣您去龙吟宫。龙吟宫？那不是皇上的寝宫吗？寝宫？妈呀，这狗皇帝不会看上我了吧？公公，您确定是龙吟宫吗？哎呦，云凤一郎，你想哪儿去了？皇上是喜茶之人，只是想和苏小姐聊聊茶叶。原来如此，我就说嘛，今天才和皇上第一次见面呢。那烦请公公带路吧。得嘞。
这东西要是能敲下来一脚，肯定能卖不少银子。谁敲朕的传国玉玺啊？参见皇上。平身。你低着头做甚？朕长得很吓人吗？不是，陛下您遮着脸，民女根本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那你凑近瞧瞧。不来。抬起头来。怎么感觉皇上这双眼睛似曾相识啊？在想什么？民女什么都没想。民女是被陛下的英俊帅气折服。陛下，您不是要问我茶叶吗？要不咱们先说说这个。到朕身边来。皇上，您干什么？民女是有夫之妇。过门了吗？既未过门，朕让你今晚留下侍寝，又有何不妥？因为民女和云凤一郎已经情深意笃，已经约定好一生一世一生人了呀。真的？你若撒谎，可是欺君之罪，要掉脑袋的。真的，民女对爱情向来忠贞，已经对云凤一郎认定此生只爱他一个人了。他宁愿冒着被处死的风险说谎，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那倘若朕要对你死缠烂打，强取豪夺呢？那我倒是要看看，若是真的对你死缠烂打，强取豪夺，你会是什么反应？这话曾有人对民女说过，民女当时的回忆是什么？当然是给你一拳。放我下来！你要干什么？刚才这一幕怎么这么熟悉啊？我连这种时候都能想到袁公子。等等，我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皇上您别这样，这样不好。怎么，还在想你那未过门的夫君？没想他。那你在想谁？虽然我是个好色之徒，这皇帝看着也有几分姿色，但我若进了宫，袁公子又该怎么办？再想别的男人。你还有其他男人？啊？既然如此，民女就实话实说了。民女曾在南风馆包下了一位面首，那位面首长得也好，对民女也好，民女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心悦于他了。民女刚才没有说，是因为觉得此事毕竟不太光彩，不想让皇上知晓。但是皇上既然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好，甚好。这
这皇帝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我包个面首，他怎么这么开心啊？苏小姐，你可以走了。啊？我可以走了？走吧。臣云流华求见皇上。你这是干什么？有人来捉奸了，我上床躲躲。你既对那云流华无意，又何来的捉奸一说？我还在考虑和他的婚事呢，这让他看到我从您的寝室里出来，多不好啊！考虑婚事？你不是爱慕那个面首吗？考虑推辞婚事。唉，云公子人挺好的，条件也不错，就是我对他并没有心动的感觉。可能我还是喜欢自己打来的野味吧。那你要尽快给那面首一个名分，知道了吗？人家都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怎么到我这面首不急皇上急啊？参见皇上。匆匆忙忙的找朕何事啊？皇上外面那层袍子怎么不见了？难道臣是为苏小姐而来？她今日第一次进宫，有些莽撞，臣怕皇上怪罪于她。你急急忙忙的来找朕，就是为了这事儿？臣也是怕皇上借聊茶叶的名义，对苏小姐做些不恰当的事。比如呢？您应该知道，她是一个已有家室的女子，不应该一个人到您的寝宫来。那么云爱卿觉得朕会对她做什么呢？臣不知道，所以臣要亲自过来看看。云爱卿，苏小姐早就走了，朕这里没有你想见的人，退下吧。臣告退。吓死我了！好巧啊！苏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朕还以为你早就走了呢。民女就是看这宫中屏风的样式，十分的特别，所以就多看了一会儿。原来如此，苏小姐的品味还真是特别。没错。那皇上，既然你们都已经聊完了，那我们就先走啦。慢着，皇上方才不是说让民女走了吗？陪朕的屏风。云公子，这事儿呢，我能自己解决，无非就是赔点银两而已，我不在乎的。那苏小姐保重。皇上，您这宫里的东西得多少钱啊？茶庄一年的收入够吗？2年呢？不够。那怎么办？要不我把那个料子捡起来给你缝一缝？朕本想着你花些银子，这事儿就了了。但你似乎花不起那个钱。皇上，您就是卖了我，我也赔不起啊。那就把你卖给朕，以身相许吧。皇上，您刚才不是说让我给面首一个位置吗？那如此一来，您就没位置了。我可以不要名分。那您这是甘愿做我的
南小妾，这皇帝居然还有这种癖好，太变态了吧！你想得美！民女，皇上，我什么都没说，您什么也没听到。你干什么？皇上，您这枚玉佩好像和我送给我的面首的那枚羊脂玉一模一样。你看错了。可是我的那枚玉佩是我找画师专门定制的。皇上，你让我看一眼。你的意思是，真是你的面首？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就不要妄加猜测。那您刚才说让我以身相许，还作数吗？朕那是看你性格有趣，逗逗你的。吓死我了！我就说嘛，我还以为您真有那爱当三的癖好呢。那皇上这屏风，从今往后，宫里的茶叶都由苏氏茶庄采购，但必须由你亲自送到宫中，这样屏风之事就一笔勾销了。皇上，这哪是惩罚，这是奖赏啊！皇上啊，您别说让我亲自送，就是躺着送、跪着送、爬着送，我也愿意呀。一副谄媚之相。谢谢皇上夸奖，不用赔钱，还拿个大生意，这不赚麻了。果然，想笼络这女人的心，只能和她谈钱。苏建欢这个贱货，居然被那皇上选为了皇上，皇上凭什么这么护着他？既然如此，小姐，您就别和他硬碰硬了吧。不可能，他当众羞辱我，这仇我不报不快。我要派人好好查查他的货，再宣扬出去，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荡妇。到时候再让爹爹上朝时擦他一把，这样他的名声和前途就都全毁了。小姐高明。苏建欢，若是全天下的人对你指指点点，就算是皇上也护不住你。你回来了？探完亲就回来了。听说苏小姐今日进宫面圣了，那苏小姐觉得皇上这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人吧，不怎么样，是个脑子有问题的变态。我不是刚给了他一笔大生意吗？他说要跟我聊茶叶，一进门他直接就扑上来要强制爱，还好我说我喜欢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你是说喜欢我，只是个借口啊？你自己理解去吧。反正那个皇帝不是个好东西。那皇上没给你什么好处吗？他把宫里的茶叶供应交给我了，倒是能让我赚不少钱。不过那是因为我们苏家的茶叶本来就很好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对了，你那个玉佩拿出来我看看，跟那个狗皇帝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拿出来确认一下。没带。我不信，给我看看。哎呦，你给我看看！怎么，你也想对我强制爱？你说什么呢？你害不害臊？苏小姐，现在是你趴在我的身上。哦，我不管。玉佩呢？早就告诉过你，那是定情信物，我回家交给母亲了。以她的精明程度，若是一直带着这玉佩，怕是早晚会露出破绽。哦，算了，反正你又不可能是皇上，兴许是我一时看眼罢了。苏小姐觉得我很像皇上？我怎么知道啊？
他戴着个面具装神秘，估计是长得丑见不了人才会这样。再说了，你可是我花重金包回来的，天底下有几个男子能跟你相比啊？但苏小姐包我以来，好像还没有让我干过面首应该干的事情吧？让你洗衣做饭、挑水劈柴、收拾内务、去茶庄里帮工，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那是下人该做的事。哦，那你的意思是，你想跟我做点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啊？你想我就要满足你啊？分不清大小王了。老娘今天累得很，自己去解决吧。哎呀，去给我烧个水，我要沐浴。是。真是的，哪有被面首指挥的金主？那怎么也该是我主动啊！哎呀，这写的什么呀？这不是吧？是呀，这个苏掌柜真是啊，就是啊，没想到是这样的苏掌柜。这茶庄的苏掌柜居然这么放荡，丈夫死了立刻二嫁，还跟3、4个男的不清不楚。你看这告示还说他经常去南方馆呢，一看就耐不住寂寞。就是啊。走吧。谁这么恶毒，居然故意抹黑小姐？哪里有抹黑了？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可您的名声都被毁了。那错的也不是我，是这愚蠢的规训。苏简欢，你这个不检点的逆女，你看我怎么打死你！你已经打过我一次了，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早知道就该把你这个臭丫头给打死！你乱搞，还闹得满城皆知，我们苏家上下怎么做人？婚我逃了，所以我是独身。但我去南风馆有何不妥？你的妇道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我只知道我不守妇道，但我应有尽有。我只知道我不守妇道，但我应有尽有。你放荡还有理了？茶庄每年1万两的入账是我创造的，成为皇上也是我办到的。你们对这一切装聋作哑，却在我被千夫所指时落井下石。爹爹，你靠我吃饭，又怕我不受控制，是因为想到了我的娘亲吗？娘亲去世时，你霸占她的茶庄，又打压我这个长女，你就不怕娘亲泉下有知，来索你的命吗？那你想怎样？从今以后，不许踏入茶庄半步，否则我就把你吃软饭的事情闹得全城皆知。现在给我滚！苏小姐，你没事吗？苏小姐，我没事。云公子只是今日上朝的时候，柳尚书参了你一问，他拿你的流言借题发挥，建议皇上更换皇生。柳尚书，皇上怎么说？皇上说，综上所述，微臣实在觉得苏家不配作为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柳尚书如今连朕选择哪家的茶叶都要插手了，臣不敢。臣只是觉得苏氏风评太低，恐会影响民间对皇室的舆论。此等舆论与你何干？皇上没有受到影响就好，但这流言传播下去，对你总归是不好的。苏小姐不如尽快与我完婚，堵住这悠悠之口吧。啊！云公子，你的好意我心里了，但我不可能因为这种荒谬的事情便与你成婚。我的事情还是我来解决吧。
春和，拿上锣鼓锤，咱们干票大的。是。爹爹，今日上早朝，皇上反应如何？皇上没有半点动摇啊！什么？皇上对苏建欢的过往一点意见也没有？皇上的心思我很猜呀。哎，你不如让苏建欢尽早的与那凤仪郎成婚，这样一来，皇上就算再倾心于苏建欢，他也无法做出夺臣子之妻的阿杂事儿啊。这倒是个好计谋，女儿这就派人准备。诸位，我有事情要宣布。这不是那寡妇吗？她的事都传遍京城了，怎么还有脸到街上来呀？是啊，是就是，可不是，就是啊，这人还怎么还敢出来呀？看来有人已经认出我了。我名苏建欢，是苏家茶庄的少东家，也是京城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及笄之年便摘得首富称号的女子。我苦心经营，为的就是过上自由的日子，为我京城女子树立榜样。但你们却拿所谓的妇道来绑架我。我试问天下女子，难道就不能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吗？也对啊。可女子守贞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从来如此，那便对嘛。那是我的人生，与老祖宗何干？但你一个寡妇去南风馆，你不觉得害臊吗？我一婚未过门，丈夫战死，我守得望门寡；二婚，我未正式成亲，婚礼作罢，我取悦自己，有什么可害臊的？女子若都像你这样，这世道岂不是要大乱？试问天下在下的女子，你们是想成为我，还是恪守规矩，成为他人的依附？说得好。啊！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民女苏建欢参见皇上。起来吧。朕认为苏氏性格率直，经营运筹帷幄，有巾帼雄才之姿，这京城女子之榜样，她担得起。从今往后，这京城之中，若是再有人敢妄议苏氏，视作抗旨。是。谢皇上。多谢皇上替建欢仗义直言。他已经谢过了，云爱卿又来多此一举做什么？作为建欢未来的夫君，理应如此。云公子人虽好，但实在是太耿直了。臣子家事，朕一向不关心，但云爱卿应该知道，你能否成婚，朕一句话就够了。皇上的意思是，您不允许建欢进我云家。你要嫁给他吗？皇上，皇上，苏小姐还在考虑，但在事情落地之前，还请您和建欢保持应有的距离。云爱卿在教朕做事，臣绝无此意，但臣也绝不会轻易退让。云爱卿，朕要提醒你，苏小姐当日亲口跟我说，她已经有心上人，而且此人不是你。苏小姐，此话当真？苏小姐，此话当真？是，云公子，你很好，但我已经有心上人了。苏小姐，你是自愿说出这番话的吗？是。那你的心上人是谁？是我的面首，南风馆的南关。南宦？在下明白了，在下尊重苏小姐的决定，但如有机会，能否见见那个南宦？因为我想知道苏小姐喜欢什么样的人。好，改日再说吧。茶庄那边还有生意要管，
我就先走了。好，皇上，民女先行告退。玄公子，玄公子，玄公子，你在吗？玄公子，怎么了，苏小姐？你去哪了？给你买桂花糕了。玄公子，我要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请说。若是我说我要与你成婚，你愿意吗？若是我说我要与你成婚，你愿意吗？苏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今日云公子再度向我提出成亲，皇上也在一旁，这使我不得不给出一个答案。那你的答案是？我说我心悦的人是你，这次不是玩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唐突，之前我一直在确认自己的心意，总觉得对南关动真心风险太大，所以不想承认也不敢承认。但是当云公子问我的时候，我才发觉，若是非要与一人成婚，我只希望那个人是你。那苏小姐喜欢我什么？虽然你吧，每日睡到日上三竿，懒惰至极。那我要是在天亮之前赶回去上早朝，佯装尚未起床。虽然你不会说甜言蜜语，还经常不听我的话，还经常分不清大小王，我让你帮忙做个内务，你还做得马马虎虎。苏小姐，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在借机宣泄你心中的不满？我的意思是，虽然你有很多让我无法忍受且有点讨厌的地方，但这些和我喜欢你的原因相比不值一提。袁公子，你是这世间第一个懂我的人。从我第一天把你带回别院开始，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哼，就为区区一个面首，放弃朝廷命官。区区一个面首，也比你们更懂得尊重苏小姐。后来你又给我买了桂花糕，虽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相赠。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桂花糕啊？昨日晚膳的时候，看你格外喜欢甘甜的食物。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正视过我的内心，但你让我觉得我可以做苏建欢，而不必做他人眼中的苏家长女。没想到我那些无心之举，他反倒会如此在意。怎么样，你这只小麻雀要不要考虑飞到本小姐这只高枝上呀？我不可能永远以面首的形象在他面前出现，若是贸然接手，这马家更加没法拖了。还是等他能够接受我皇帝身份之时，再袒露我的真心吧。抱歉，苏小姐。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一介南官，和你有云泥之别。若与你成婚，不能让你凤冠霞帔，十里红妆，那岂不是耽误了你？那若是我对你死缠烂打，强取豪夺呢？那如果是我死缠烂打，强取豪夺呢？你看，你想亲我，你也心悦于我，那你还推拒什么？这是终身大事。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你娘有意见。哎呀，那你带我回一趟家不就好了吗？他肯定会对我满意的。苏小姐，我希望我们能够暂时保持现在的关系。我懂了，你不想与我结为夫妻，你只是在贪图我的钱财。不是这样的，什么保持目前的关系？你不就是想要我的钱吗？你对我体贴入微，百般顺从，为的不过只是这些银票。没关系啊，我这人从不强求。既然你无意与我携手白头，
那这些你拿着，从此我们一别两宽。你还真拿呀？我没有。你浪费我的感情，你还想拿我的钱？你想得美！现在看到你就烦，你现在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苏小姐，我……你还不走？不想成亲就滚远点，再也别回来！小姐，您和袁公子吵架了？什么公子？他就是一个人尽可夫、给钱什么都能做的男官。可是袁公子对您确实很好啊。袁公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才……难言之隐？皇上，您别着急，至少这苏小姐心里是有您的。多什么嘴？皇上恕罪。不过依属下看，这苏小姐也就一时兴起闹脾气，说不定她一会儿就想起您的好了。真的？还有什么难言之隐？说不定袁公子身患重病，命不久矣，所以才佯装镇定，为的就是甩掉你啊。那我要是和他成亲，我岂不是又当了一次寡妇啊？花本上是这么写的，但是小姐你别担心，按照画本，等袁公子的身体好的那一天，他就会回来找你，重修旧好。那你说他什么时候会原谅朕？等到那夜色弥漫，就是弥漫心头之时，苏小姐就会想起你的好了。既然如此，那朕回宫等。包的。那要正如你所说，袁公子现在这样做，想来也是为了不让我们难过。是啊，小姐，您开心，袁公子就会跟着您开心的。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我今晚就去南风馆玩个快活。啊，袁公子，我不会辜负你的好意的。苏小姐，您上次在街头那番慷慨陈词，足足让我们南风馆的客官翻了3番呢。啊？什么时候的事儿？这就是您说女子也可纵情享乐。既然如此，你还不快把你们这些会弹琴唱曲的男官都呈上来，给本小姐快活快活。是，我这就给您叫过来。参见皇上。这么着急干什么？苏小姐她……怎么？她终于想通了？她去南风馆找南官去了。你说什么？来来来！咱们今天快活快活吧！嘿，怎么又是你啊？你到底干什么？快走！快走！人呢？怎么不唱了？我是不是醉了？怎么把这南官看成袁公子啊？这位公子，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
苏建欢，啊，你觉不觉得这个场景特别熟悉？你这个男官怎么敢直呼本小姐的名讳？林氏呢？把这个胆大包天的男官给我拖出去！怎么了？皇上，您还是先躲一躲吧。唉，这可是刚做的新衣裳。看在你长得很像他的份上，本小姐饶了你的狗命。过来，你说一句喜欢我，我就给你一张。苏建欢，我不需要银票，也可以说喜欢你。不对，你学的不像他。那个袁公子，他拿银票子可快了，他老嫌我给的不够多。不对，重来。你干什么？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是谁。皇上，是送苏小姐回宫，还是带回别院吧？是。她不说话的时候，还真有几分姿色。我不是去了南风馆了吗？我是什么时辰回来的？小姐，你醒了。春和，我昨晚是不是喝多了？是喝了不少。袁公子昨晚把你送回来的时候，你就睡着了。袁公子？哟，苏小姐醒了。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滚远点吗？那我走。这是醒酒汤，喝了吧。昨夜苏小姐可是把我折腾的不轻啊。什么叫折腾的不轻啊？字面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和你……本小姐的清白就这样交给了一个男官啊！苍天啊！不要走。我不走。不要走神。每次训话的时候，都是你们几个在开小差。不要走，袁公子。我在，睡吧。
是苏小姐你自己让我留下的，可不是我予取予求。况且，我这不是正好尽到了面首的职责吗？算了，不和你计较了。一想到你每天和我的相处，身上都要背负这么大一个秘密，你的滋味也不好受吧？苏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用演了，我都知道了。此话怎讲？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总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男官。如此说来，便解释得通了。还请苏小姐明示。要不，我们3、2、1一起说出来。想来他早就看穿了我的身份，既然如此，我也不必隐瞒了。好，3、2、1，你身怀重病，已经时日无多了，所以你想怎么？啊？你说什么？就算你身怀重病，你也不要用离开我的方式独自躲起来。本小姐可是京城首富，能为你请来最好的郎中，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啊？什么病？什么郎中？你难道不是因为身怀重病，所以才想昨日那般故意让我赶你走吗？谁说的？春和说话本里都这么写的。你少看点话本吧。嗨，你呢？如果不是因为身怀重病，那我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能让你离开本小姐这枚高枝了呀。见过苏小姐。你是？鄙人是尚书府的家仆，柳小姐命鄙人给您传话，想邀您去府上一聚。柳小姐邀请我？柳小姐邀请我？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我和柳小姐向来不对付，她怎么会无缘无故邀请我去尚书府？柳小姐说云凤一郎也会去，她只是想与你们2人解开误会，叫您不要多虑。云公子，既然云公子也在，去一趟倒也可以。你回去吧，告诉他说我知道了，稍后便到。是。叫你出来是给我挣面子的，你可倒好，戴这个面具，怎么？这尚书府有请你的老客户啊？我是怕尚书府的女眷盯着我看，苏小姐心中不快。少自作多情。苏小姐，真是凑巧，我刚下马车就看到2位过来。这位是？啊，他是……我是苏小姐，重金供养，极尽宠爱，朝夕相处的面首。我是苏小姐，朝夕相处的面首。原来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位新圣人。公子请见谅，他脑子不太好，你别见怪。要不我们先进去吧。苏小姐先请。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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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吧。苏小姐先请。您请。您请。您请。这男官的气质，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呢？啊，你先请。您先请。苏小姐，云凤一郎，别来无恙。这位是？我是他的面首。面首？对啊，柳小姐也没说我不让带人来。我在茶壶中下了催情散，好促成苏建欢与云流华行苟且之事，再顺势将此事宣扬出去。可他偏偏带了个面首，真碍事。来了就来了，秋菊，看茶。这是内部1分为2的机关茶，转动茶盖便能让另一部分的茶水倒出来。这柳无言到底要做什么？这茶也是龙井中的极品，苏小姐也是懂茶之人，不如你先品尝一杯。好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干什么啊？手滑。苏小姐，你带来的人也太不懂规矩了吧？秋菊，把他给我赶出去！慢着慢着，柳小姐先别着急，我训训他。这袁公子平日也不是冒失动物，明明是他故意打碎的茶杯，难道他看出什么了？你干什么？怎么回事啊？
人家好心用极品龙井招待我们，你怎么这么没礼貌？我怕你喝了有问题。你的意思是里面加了东西？你要做什么？我思考了一下，这茶呢，光听别人的品味没有用，还是你亲自感受感受。苏建欢，我好心招待你，你是好心招待还是另有谋算？柳小姐自己心里清楚。说吧，里面加了什么？行，那我便直说了。原本你和云流环按照计划饮下这含有催情散的茶时，至多不过是丢些名声而已。但既然被你识破了，那就留在这尚书府，别想走了，别想走了。柳无烟，你竟然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我下三滥？云流华，我是在帮你。苏建欢和皇上早就勾搭在一起了，若是皇上真想要他，你抢得过？我要皇上，你要苏小姐，你我合谋双赢啊！云公子，别听他胡说。我绝对不会通过如此卑鄙的手段得到苏小姐。她选谁，那是她的自由，与你我都没关系。好一个清高的凤翼郎！既然你们都不答应，那就留在这尚书府等死吧！我呸！你就不怕我告诉皇上，让皇上来处置你吗？这尚书府内到处都是府兵，你拿什么禀告？况且我父亲也是两朝的老臣，你一个商户女，足以让皇上对尚书府动手吗？懒得跟你们废话，秋菊，把他们3个带去地牢，等爹爹回来，听他处置。是。哼，这世道还真是荒唐，一个贪官的女儿还耍上威风了。说来也怪我，竟然相信了柳无烟是真心想要解除误会。可是我们现在身在府中，恐怕也难以传消息给外面吧。我倒是有一计，那柳尚书既然是贪官，不如我们直接把这尚书府抄了得了。你疯了？咱们又不是皇上，哪有实力抄人家柳尚书啊？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们把贪污来的银子放在哪？你们看前面的院子，府兵越多，证明那地方越重要。你们说，对一个贪官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贪污的证据。可是我们现在被那小婢女盯着。林公子可会些拳脚功夫，从小跟管家师傅学过几招。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哼！大胆狂徒，竟敢在尚书府里造次！你先躲起来。知道了。快上啊！天哪，吓死我了！没事了，我们进去看看，把门打开。哦，不是叫你看着他们，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小姐，他们不见了！不见了？你是怎么看着他们的？那个面首突然停下，奴婢就上去质问他，然后奴婢就眼前一黑，晕倒了。再醒来的时候，他们3人就不知去向。废物！大小姐，府中的金库被人入侵了，现在该怎么办？奴婢当时就是带他们3人到了金库附近，恐怕就是苏千欢3人闯了进去。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叫爹爹回府，把那3个人抓回来。是。老天爷，这是贪了多少财啊！这里面不会也有我的钱吧？那是自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把这些全都搬走？这些都是要冲入国库的。按照程序，我们现在应该上报朝廷，然后派兵前来。
所上书府。谁在里面？谁在里面？谁在那里？你是何人？来取你狗命的人！袁公子，你们没事吧？去把安隐卫调过来。是。吓死我了！你怎么不让他早点来？我们在上书府单枪匹马的行动，动静越小越好。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我也不会让无双出现。这位公子，你真的只是一个面首吗？云公子此话怎讲？我看你气度不凡，心思缜密，就连一个侍卫，武功都如此高强，你究竟是谁？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这里。谁允许你们走了？哼，云凤一郎，苏小姐，真没想到是你们二位闯进了我的藏经库，胆子不小啊！刘尚书，你身居高位，却鱼肉百姓，根本不配做户部尚书一职。本官不配？难道你这个愣头小子配？皇上都不敢动我柳家，你这个无名之辈，能奈我何？你这么嚣张，你就不怕皇上知道吗？那你来告诉我，皇上在哪儿呀？哎，原本慕烟只想给你们二位一点教训，只可惜啊，是你们自己找死！你这种狗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爹爹，这商户女吵得女儿头疼，赶紧把他们拖下去处置了，免得夜长梦多。好，都听慕烟的。什么人在外面？什么人在外面？怎么会是皇上的暗影卫？你们什么时间通风报信？竟然惊动皇帝，把暗影卫引到这儿来了啊！暗影卫？暗影卫是专门保护皇上的侍卫队，除了皇上，会由他钦点的人才可以调遣。可是我们也没人送信啊。柳青风接旨。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户部尚书柳青风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实属罪大恶极。上谕押赴地牢，流放家中女眷，以此明正典刑。钦此。爹爹，这可怎么办呀？怎么会这样？完了，全完了！把他们带走。怎么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真实身份了吧？你觉得我是谁？云公子说这暗影卫只能是皇上派人调遣，我们去金库的路上并没有遇到刺客，可是暗影卫却在不到1炷香的时间里就来了。所以呢？哼，你的意思是？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是这件事情除了这样解释，恐怕也没有别的可能了。你是皇上派来的细作，对不对？
我是。哎呀，我就知道你的身份没那么简单。那你也算半个命官了。我无官无职，只是帮皇上做事。袁公子，在下若没记错的话，你便是苏小姐口中的心上人吧？经此一役，在下十分佩服。既然苏小姐认定了，那在下愿祝二位长相厮守，幸福永久。谢谢云公子，你是京中有名的青年才俊，相信你啊，能找到一位良配。多谢苏小姐。哎，你们二人方才也算是并肩战友，要不结拜为兄弟？在下自然是愿意的。哎，你刚好把你的面具摘下来，给云公子看看你长什么样。可以吗，袁公子？吓我吧。哎，人家云公子想跟你结拜，你还装上了。不好意思啊，云公子，他这人就这样，你别见怪啊。无妨无妨，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我突然意识到，既然你说你是细作，那你把我之前说的话都一并告诉皇上了。那你把我说他是狗皇帝的事情也告诉他了？我就说他怎么第一次见我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原来是你在从中作梗啊！这个死皇帝，我真……怎么不说了？我什么也没说，你什么也没听到，所以其实你的男官身份也是你的伪装了。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和其他女人。你猜？又叫我猜，我怎么知道？那你觉得我家难关吗？至少见钱眼开这点挺像的。所以你之前拒绝我是因为不想暴露身份啊？是。哎呀，你跟我坦白，我又不会怪你，所以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对吗？你若是不信，我明日便向圣上提起。真的？那你可得小心点儿，皇上的性情异于常人。那天他叫我给你个名分，然后他要做我的男小妾。一定是你理解错了。怎么可能？他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皇上这么多年也没扩充后宫，是不是就因为他这种变态的癖好啊？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吧。你别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皇上啊！你听到没有啊？不行，我不同意。你身为一国之君，怎可立那商户女为后？她是儿臣倾心之人，为何不可？早知你如此任性，当初哀家就应该直接选一批秀女入宫。商户女出身低贱，恐难服众，何况上次在赏花宴上也能够看得出来，她完全是不知礼数和规矩，难以担任后位。那依母后的意思，她若是学会了规矩，母后便能同意。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是些简单的礼数，她做的绝不可能比旁人差。这样，儿臣把她接进宫，教习一月，若她学会了规矩，母后便承诺儿臣立她为后，如何？好，哀家就相信你这一次。如果这商户女达不到要求，从此这后宫之事，哀家就绝不会再和你商量。春和，你说那袁公子能顺利求到亲事吗？放心吧，小姐，
奴婢觉得袁公子还是挺可靠的。果真，我怎么总有不祥的预感？圣旨到！你看，圣旨都来了，小姐这下可以安心了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氏福泽深厚，深受皇室恩宠，特批进入宫中修习礼义规矩，为期1月，钦此。春和，我是不是吃桂花糕吃出毛病来了？什么修习礼仪规矩？我怎么开始幻听了？苏小姐，快接旨啊！民女苏建欢接旨。公公，你说皇上为何叫我进宫修习礼仪啊？莫非是让我进宫当奉茶宫女？奴才也不知啊，这都是皇上的旨意。等您到了宫中，一切就自然明白了。是。我知道了，皇上肯定还在计较我破坏他屏风的事情，所以借着提亲的由头来折磨我。小姐，奴婢听说宫中的规矩复杂的很，你又是个直性子，你千万要当心啊！是不是你干的？我一个做生意的，如今要进宫学着什么的规矩，都怪你！皇上说你礼仪欠佳，要训导一番才能够将你赐婚于我。可是我又不是什么名门贵女，万一我什么都学不会怎么办？那我便逆天而行，强行娶你过门。真的？真的。不过在此之前，你要不要先尝试修行一番？原来你只是说的好听啊！皇上也真是的，嫁个细作比嫁他本人事情都多。或许这也并不是皇上的本意。你又在帮他说话了。而且我可提醒你啊，皇上可对我有意，你就不怕他让你头上长草？不怕。苏府跟这里相比起来，确实不值一提啊。嬷嬷，将来1个月我都能住在这里吗？那是自然，皇上跟老奴特地交代过，要让小姐吃好住好。那皇上对我还是不错的嘛。那是自然，皇上还说苏小姐从今往后每日都能与他一起用膳。老奴还是第一次见皇上对一女子如此上心呢。我有夫君，我跟皇上用膳干什么？哎呦，你的夫君不就是皇上？你说什么？哎呦，瞧我一时激动，差点说漏了嘴。老奴是说，你的夫君不就是皇上最信任的人吗？苏小姐，这可是喜事一桩啊。还好吧。对了，袁公子呢？他平日住在哪？什么袁公子？我夫君啊。哦，老奴想起来了，袁公子另有安排，苏小姐不必担忧。嬷嬷，平日里与袁公子住在一起已经习惯了，你若是方便的话，可以让我与袁公子住在一起啊。皇上驾到！参见皇上。平身。可都还习惯？挺习惯的，多谢皇上安排。王嬷嬷，可把事情都交代好了？是啊，皇上，老奴的嘴可严了。老奴交代的可详细了。皇上，民女想问，民女是否可以与未来夫君共居一宫啊？你就这般离不开他？你就这般非他不可？那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王嬷嬷，尽快把苏轼的东西搬过去。是。苏小姐，老奴这就去把你的东西搬到龙吟宫去。搬到哪？
离这那么远做甚？民女已有心上人，要与皇上避嫌。皇上，民女想问，民女和夫君的住所为何在您的寝宫啊？朕乐意。是，这死变态，我真不能用常人的想法理解啊！哦，这味道我熟。原来皇上您的御膳也是醉仙楼做的。你怎么知道？袁公子每日都会去醉仙楼采买晚膳，他还以为我一无所知。不过每次饭菜都很合我的胃口，所以我从未拆穿过他。你喜欢便好。皇上，民女还有一事想问皇上，是驾驭朝廷命官都要经受这礼仪教习吗？你今后入宫，很多规矩都是要常用的。怎么，你很不喜欢？民女想着，要是过上这样的生活，倒是不如不嫁了。你这话什么意思？皇上，您有所不知，民女心悦袁公子，就是因为在袁公子面前，民女能够做自己。但民女未曾知晓，嫁给他的前提是要接受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朕只是让你学1个月的规矩，难道你对他的爱还抵不上这1个月的教习？民女自然是爱他的，但爱一个人的前提是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1个月我当然能忍，1年也可以。那然后呢？民女的余生都要这样度过了吗？那你的意思是？民女就想着和袁公子过着安逸的2人生活。皇上，您是一国之君，这点小事您一定可以成全民女的，对吧？可惜，身为皇帝，我无法向他保证的也只有这件事了。是民女逾矩了，皇上就当民女什么都没说过吧。嬷嬷，我还要坚持多久啊？苏小姐，你再站一炷香就好了。这规矩每天都要练的呀，你可要尽快适应啊。好吧，就1个月，咬咬牙就过去了。太后娘娘，老奴看着商户女仪态欠佳，态度也不端正，怕是难以达到你的要求呀。哀家也是不明白，文儿为何会看上这样性情粗放的女子。罢了，既然她走了大运，那便让她知道，这皇后不是那么好做的。您的意思是，你去给她个教训，就当是哀家给个下马威。是。站没站相，眼神也到处乱瞟。王嬷嬷，你就是这么教规矩的？苏小姐先前从未接触过礼仪教导，这一时适应不了也是很正常的。可太后说了，这如此做派是难以担当皇后重任的。你若是教不了，那就按照我的来。皇后？什么皇后？双腿并拢，腰眉挺直，笑也没个模样。从小就没人教你这些吗？我从小只学着经营生意，什么礼仪规矩我一无所知，也没必要学。你这什么态度？身为女子，应该温良恭俭，否则怎么侍奉好你的夫君？抱歉啊，嬷嬷，我呢是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自己的，更别提什么侍奉。你放肆！李嬷嬷，你在做什么？回皇上，老奴在教苏小姐规矩。从今往后，她再也不用学了。你回去吧。皇帝，为了护着她，连哀家的意愿你都要忤逆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只是练习个仪态，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朕做出的决定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见，母后也是一样。哀家都是为了你好。苏氏刚进宫不久，
便态度散漫，公然顶撞李嬷嬷。时间长了，这还怎么得了？他不喜欢宫中的繁文缛节，母后不要逼他。不喜又如何？这是规矩。民女斗胆插一句嘴，民女实在没听懂，您和陛下到底在吵些什么？民女已经告知过陛下了，民女愿意进宫，是因为心悦夫君，所以我和袁公子成亲，无关任何人，更无关什么规矩。大胆！你竟顶撞哀家！民女知道，但是民女依然要说，人生在世，重要的是做自己，其余的都不要紧。好一个做自己！哀家还以为你是个贪图权贵之人，没想到你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就是因为这个选中了他？是。哀家明白了，李嬷嬷，回宫。陛下，是真不好，让你受委屈了。无妨，那民女可以回去啦。晚上会有人接你回府，以后你也不用再来宫中了。是，民女想问，陛下是否知道袁公子现在身在何处？民女想去找他。不用了，今后就都没有袁公子了。什么意思啊？你入宫学习，住在龙吟宫，都是朕一个人的主意，从来没有什么袁公子。民女不懂，请陛下明示。一直以来陪在你身边的，都是朕。不要，皇上，您一定是在开玩笑吧？那袁公子是我亲自把他从南风馆捡回来的，怎么可能不存在呢？这只是个误会。那难道我们相处的每一天都是假的吗？当然是真的，只是那每一天都是朕陪你度过的。我不信，陛下您肯定是骗我的。静欢，我呸！肯定是你这个狗皇帝，为了得到我，什么话都敢说。我去找袁公子。小姐，你要去哪儿啊？皇上不是说要您住在这里吗？这破地方我是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别院里去找袁公子，快走！小姐，现在走不太合适吧？哪里不合适了？我跟你说，那狗皇帝他疯了，他别闹了，建欢。你别过来！我和袁公子一块生活了几个月，我相信他还是相信你啊。可我就是他。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除非你带我去找袁公子，我可以当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苏建欢，你睁开眼看看我。我不。你放开我！你放开！你放我下来！皇上，你不如亲自看清楚，我到底是谁。苏小姐，别来无恙。很抱歉，现在才告诉你我的身份。袁公子，你……起初，我是想利用你堵住臣子的嘴，让他们断了把女儿输入后宫的念想。但我逐渐对你产生了感情，这一点我没有骗你。那我先前对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你都看在眼里啊。就算让我做工，让我是有老鼠的下人，我也没有怨言。完了完了，光惦记失去袁公子，都忘了之前各种使唤他伺候我的事儿了。对皇帝不敬，这得诛几族啊！皇上，真的是民女有眼不识泰山，求您给民女留一条全尸吧。
怎么，想到之前对我做的事，后悔了？我要是知道您是皇上，就算给民女100个胆子，我也不敢那样对待您啊！我知道。我现在补偿您还来得及吧？只要民女做得到，就算让民女肝脑涂地、舍生取义，也愿意。看在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你嫁与我，我们过着安逸的2人生活，从此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如何？皇上，这种要求，民女实在是惶恐。朕给你黄金100两，你嫁不嫁？这样不好吧？1000两。皇上，别吓唬我了。10000两，你只需要告诉朕，嫁还是不嫁。既然皇上您都这么说了，那民女再瞒天要嫁，是不是不太合适啦？我。其实你喝醉的那一晚，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今天才是我们的初夜。你个骗子！你……皇上，臣已告知苏家退婚，希望您也能与苏小姐保持距离，尊重她的意见。臣即将起身回京。苏小姐，你怎么在这？我昨晚在这里过夜的。你们一大早在熙熙攘攘吵什么啊？袁爱卿过来找朕退婚，还让朕离你远些。苏小姐，你怎么跟皇上？你心悦之人不是袁公子吗？是啊，他就是啊。皇上就是袁公子。这件事情呢，说来话长，改日我再告诉你。是臣冒犯了，请皇上恕罪。你们1个2个的都要向朕下跪，起来吧。是。臣祝帝后永结同心。打住！我可不想做皇后，束手束脚的日子，谁爱过谁过去吧。云公子，以后还是叫我苏小姐吧。苏小姐，在下祝你与皇上白首不相离。谢谢云公子。那在下就先告退了。苏小姐，珍重。说起来，我一直很好奇，皇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是在你叫朕狗皇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不太了解你吗？再说了，你是一国之君，你不会气度这么小吧？哦，可你见了朕之后，还是在叫朕狗皇帝？那是爱称，爱称。朕自小在宫中长大，身旁女眷都是名门贵族，行事优雅大方，却少了一丝鲜活。朕也自小就明白，爱情在帝王家堪称无稽之谈，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江山社稷。直到朕遇见了你，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娘亲，你竟然敢打我！你该打！从前我念在你们是一家人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今日
我就将你们母女的账一并算清楚。你行事乖张，做事与体面毫不相干，但朕却从未见过如你一般鲜活的女子。袁公子，我要问你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说，若是我说我要与你成婚，你愿意吗？你坦率真诚，至真至纯，朕此间唯一所求，若得到你的代价是失去这江山，朕也毫无怨言。没事，我有很多很多钱，即便如此，到时候找片清静的地方，安稳度过余生。朕答应你。真的？真的假的？你这样做，他会不会大发雷霆啊？朕已经守好了江山，是时候该过自己的人生了。与你一起。不过在此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我的婚姻大事必须要告诉苏家，而且我很期待他们知道你是皇帝时候的表情。朕陪你一起去。就等你这句话了。走吧，请面首。老爷，苏建欢这丫头被元丰一郎给退婚了，是不是在外面又闯什么祸了？娘亲，姐姐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他那人作风浪荡惯了，丰一郎肯定是忍不下去了呗。真是作孽呀！老爷，大小姐回来了，还敢回苏家？别来无恙啊，妹妹、姨娘、亲爱的爹爹，女儿来给你们带来一件天大的喜事。被丰一郎退婚，还有脸回来见我们？我与那云公子达成和解，他也知晓我的心意，便放我离开了。姐姐，你就别再嘴硬了，人家丰一郎能看得上你，是你几生几世修来的福分。承认自己被退货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今日我不是来和你们吵架的，爹爹，女儿要成婚了。什么？放着好好的丰一郎你不嫁，你什么时候又在外面找了个野男人？也不算吧。你们见过，进来吧。这位就是我的夫君。这不是你养在别院的那个面首吗？苏建欢，你是不是要把我给气死？你与一个低贱的面首成婚，你……姐姐，我真是小看你了，你竟然沦落到和男官在一块儿。我还没说完呢，急什么？他确实是我的面首，不过没你们想那么不堪。这不，他带着聘礼来了。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苏家苛待长女，不忠不义，特批苏氏除离原籍，并入皇籍，钦此。什么？并入皇籍？那苏建欢不是……姐姐你……朕按照建欢的心意下了这道旨，你们有何异议？朕，你是当今圣上，他不是你的面首吗？这怎么回事？姐姐，你又在耍什么花招？不重要，你们接了这道旨，从此我便与苏家再无瓜葛了。你们保重吧。月儿，这皇帝后宫佳丽3000，既然苏建欢都可以，你又差在哪儿呢？娘亲，您的意思是……皇上，民女想着这其中或许有些什么误会。我与姐姐从小便姐妹情深，从姐姐那里也学到了很多，您千万不要对我们苏家人有所误解呀。你在质疑朕的旨意？皇上，民女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民女想着，若是能与姐姐共侍一君，或许在这京城之中也是一段佳话呢。
皇上，您怎么看啊？虚情假意，惺惺作态。你怎会有这样的妹妹？我和她可不是一个娘生的。妹妹啊，我呢劝你收起不该有的小心思。毕竟啊，这皇上脾气可不太好。姐姐说笑了，妹妹怎么会有坏心思呢？说是苏家的女儿能够嫁入宫中，这也是我们苏家人共同的荣幸。对，你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女儿的。皇上息怒，是我家女儿不懂事，乱说话，请您千万不要和她计较。既然如此，此等品行低劣、见识端浅之人，也不配与我朝官员结成姻亲。传朕的旨意，苏氏次女终生不得嫁入官籍。是。皇上，民女知道错了，皇上。毕竟感情的事情难以预料，若是陛下以后遇到更心仪的女子，也会像今日这般推拒吗？苏建欢，你又说什么胡话？我这只是合理推测，毕竟陛下长得这么英俊帅气。我就开个玩笑，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有的话不能随便乱说。怎么，你才跟我袒露一日的身份，你就开始给我摆起皇帝的架子了是吧？好吧，民女知错了，陛下恕罪。苏建欢，我此生只会有你一位妻子。知道了。哎呀，搞得这么严肃。对了，你答应我的事你可别忘了。那是自然。小姐，今天是您的封后大典，又遇上新年，听说满朝文武的人都会参加呢。您激动吗？还好吧，算上这次结婚，已经3次了。习惯了。那怎么能一样呢？从前是老爷逼您和不认识的人成婚，但这次可是您亲手挑选的夫君，而且天下百姓也会祝福您。听着是挺不错的。皇后娘娘，这封后大典已经在准备之中了，您可要加点紧。知道了，知道了。春和啊，你去帮我看看门外的灯笼挂好了没？是。封后没兴趣，既然已经逃过一次婚了，再逃一次，如何呢？太后到！皇帝登基多年，哀家也是终于盼到了册封皇后这一日。此次封后大典恰逢新年，是上苍必有的祥瑞之兆啊！这皇上时隔多年，终于立后了，真想看看皇后娘娘是哪家的大小姐啊！看来皇上也到了开枝散叶的年纪了，距离扩充后宫怕是不远了。太后娘娘，皇上跟皇后娘娘都不见了！这怎么会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奴才从早上开始便没见过皇上了。皇后娘娘原本好好的在宫中梳妆，结果她的婢女搞完灯笼，走近一看，人也没了。这逃婚，这还能传染呢？这些年到了，街上的气氛就是不一样。是不是没吃过？来一口。我也是着了你的道，
竟陪你逃了封后大典，在这街上闲逛。可是你不感觉这种感觉很自由吗？想必啊，你也身在皇宫那么多年，都没有好好了解过民间的气息。既然你想与我做一对寻常夫妻，那就先了解我的生活开始。美女，进来玩呀！哟，小姐，我们南风馆新到了一批男官，有没有兴趣进去看看呀？哟，小姐有没有兴趣进去看看呀？问你呢，有没有兴趣啊？进去看看呀。问你呢，有没有兴趣啊？我是那种经常去南风馆的人吗？像啊，柳木烟当初不是说过，你总爱出入南风馆吗？那是造谣。不过，我还真的挺好奇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有看着他们帅气的脸，我才能想到陛下是多么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那我可以去看看吗？你若是想去的话，那就去吧。反正我就在这里，你什么也别想做。哎呦，小姐，你又来了！你这一次我什么也算不做，我就是来问候一下你，毕竟你也是我们的月老是吧？啊，这谢谢你，领事，新年快乐！我以后就不来了，祝你生意兴隆！谢谢苏小姐。走了。哎，你看那边，慢点儿。等等我呀！哎，你看那边。